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15期。今天呢，我们继续细说在英国生活的华人这个少数派群体，聊聊我们在其他族裔眼中的刻板印象。我曾经呢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自己早年之间还是留学生的时候被印度邻居欺负的故事，然后有一个 BBC 呢在我那条视频下面留言，他提到了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迷思。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刻板印象呢，将亚裔美国人还有犹太人描绘成是一个礼貌而且守法的群体，他们通过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才华还有后天自强不息的努力呢，取得了比其他族裔更高的成功率。那么在英国对待华人群体的看法也有这样的神话色彩吗？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00年前啊，对待华人群体的看法其实是一个黑暗传说。在19世纪呢，有少量的船员抵达了这里，他们驻扎在 Limehouse， 成为最早定居在英国的华人，抽鸦片、混赌场、抢姑娘，成为那个时期的英国人呢想象早期的唐人街危险而神秘时候出现的关键词。那关于华人的最有名的形象呢，就是英国的推理小说家 Sex Roman 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傅满洲。这个人物呢，1分儒雅中带着3分奸诈，3分奸诈中有着5分阴险，还有1分呢就是用来干坏事时候赋予他的超能力。I am Fu Manchu。那么100年以后的今天呢，传说呢似乎变得阳光了很多。如果今天你来到英国的话呢，你大概对于华人群体会听到这样的几个传说。传说1，在学校里，华人的孩子学习好，学位高。事实呢？事实是华人的孩子的确延续了神童的故事。他们在少数族裔当中呢，学历最高，而且成人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率呢，甚至比英国白人还高75%。2018年的数据显示呢，华人的学生在英国的 GCSE 和 A Level 的考试当中的表现明显要优于其他的族裔，尤其是英语跟数学最强。最主要的是，父母的收入差距跟孩子的成绩大小之间的影响呢，在华人群体当中影响最小。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爹妈是穷是富，家庭经济的好坏，孩子的成绩呢都很棒。那么英国的社会呢，对于这个现象主要是归功于华人的家庭，他把教育视为他华裔身份的一个基本支柱。第2个发光的传说呢，就是华人更有钱，闷声发大财。那事实上呢，是在家庭总收入的表现上呢，38%的华裔家庭呢可以跻身到英国收入最高的2个阶梯当中。而在华人偏爱的一些职业，比方说英国的国家医疗中心 NHS 当中，华人担当初级跟高级医生职位的呢，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而在主流眼中的模范少数族裔这个神话里呢，华人家庭里几代人还分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一个典型的华人小家庭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个任劳任怨、苦口婆心，然后盯着孩子赢在起跑线，一路要追过同龄人的 Tiger Mom。A lazy son who does not make me proud? Peter, that son deserves no candy. 同时呢，还有一个金融啊，或者是医生，还有研究学术背景出身的爸爸。这个人呢，在公司里面一般都不是担当 leader 的角色。You doctor yet? No, Dad, I'm 12. Talk to me when you doctor. 然后呢，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不哭不闹不吵、学习好的孩子。华人群体呢，在成绩还有收入上取得了这些成就，似乎是进一步的佐证了模范少数族裔的这个神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分解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话破灭了。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家庭总收入这个数字。那在英国呢，其实有22%的华人家庭，它可以跻身到英国家庭总收入最高这个梯队，跟印度人一样，都是22%的这个比率。这什么意思呢？有100个华人家庭当中，有22个家庭都是最高收入的，他们扛起了 The Crazy Rich Asian 这个招牌。可是呢，在英国家庭总收入最低的2个梯队当中，华人这个数据呢是42%，也就是说有100个华人家庭当中呢，有42个家庭在最穷的队伍里。像所有的刻板印象一样，神话最主要是消除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最成功的华人掩盖了其他人。更可怕的是呢，神话它具有一种暗示作用，它暗示着你作为一个华人，你应该比其他的少数族裔呢表现得更好，你应该更有学识跟才能，在职业和经济上更为成功。如果你不成功，或者是你遭遇了不公，你应该首先从你自身找问题。 What? 事实上呢，在英国的华人也的确更不愿意寻求帮助，即使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调查的数据告诉我们，英国的华人对警察的信任度最高，但他们同时也是最容易遭受种族暴力跟骚扰的。但是受害者的真实程度常常被忽略，因为受害人不愿意报案。我们也在近期的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当中越来越大的声势，但其实跟华人社区的关联却比较小。换句话说吧，华人总是被认为呢很顺从，只顾低头挣钱。这个呢，甚至被主流的一些族裔呢视作是一种宣传
武器。理由就是，如果他们能做到，那就说明这个制度不存在不公；如果他们能够闭嘴，为什么你不能？为少数模范族裔的成功跟沉默进行喝彩，它实际上是在贬低其他少数族裔的争取，甚至是会造成有色人种之间的相互抵触。而谈到华人本身的政治权益维护呢，就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个刻板印象了——政治冷感。政治冷感也是英国的华人社区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在英国目前还有30%的华人合法选民没有进行登记在册，而白人当中这个比例呢仅仅是6%。南亚人或者是黑人，他如果有了麻烦受到了欺负呢，他通常都是先找到自己内部的这个社群内的组织寻求帮助解决问题。但是华人呢，这种类似的组织小，而且比较分散，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太多。跟南亚裔、非洲裔积极参与英国政治生活的态度不同，华人的身影在英国公共生活当中通常都不太活跃，所以他们也常常被称为沉默的社区。如果要是说回历史原因，早期的移民呢，他谋生比较艰难，语言不通会使得他的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加上对英国政治、法治这种社会体制的不了解，确实会降低他们的这个社会参与的欲望。那么今天呢，华人第3代当中的一些精英已经开始陆续站出来，站在了舞台上，我觉得这是好的变化，因为当我们在生活跟工作当中真的遭遇到了种族歧视或者是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活跃的民间力量还有政治团体是我们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权利的有效通道之一。那么在英国，缺乏强大组织力量的华人群体受到种族歧视的现象严重吗？在华人种族歧视的抗争史上，又付出了哪一些血与泪的代价呢？我们下期再聊。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记得点赞和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拜拜。